好，继续来关心在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呢。现在在这个礼拜呢，俄乌的双方先来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他们有一个最新的通报，表示呢，俄军继续向乌克兰的防御区来挺进，逐步呢在苏梅还有哈尔科夫这些地区建立了安全区，目前已经实质控制了苏梅州的科马罗夫卡镇。那俄军的武装部队打击了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储存点，还有起飞准备点。另外，俄军防空系统也击落了2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至于乌军这边呢，中央司令就说呢，乌军也是部署了，已经部署了由美国 V2X 公司所生产的暴风雨飞弹越野车，也成功击落了21架俄军见证者的自杀无人机。双方现在都在主攻对方的无人机总之呢，就是各有战果，然后呢，把战果拿出来告诉全世界。但此时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乌克兰的新任防长叫费多罗夫，他就表示，乌克兰军队大约有20万名士兵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岗位，或者是因为另外就是涉嫌逃避兵役被通缉的人大约有200万人之多。这个数字点出了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快要4年了，越来越没有人了，越来越没有兵了。好，那么就是有人有兵，可是呢，大家都不再想打，想要逃兵的逃兵，想要规避兵役的规避兵役所以俄乌战争也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就是现在新的战场样态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姜老师你怎么看呢？无人化的这个作战战略，因为最近都在讲的无人机，未来无人化。对，没有错。现在因为俄乌战争之后，大家就广泛的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它不但可以做长距离的巡逻、侦察、察打一体，也可以支援前线的战斗。那更重要的是，现在中长程无人机被视为是巡弋飞弹跟弹道飞弹这种高价飞弹的一种很好的替代品，所以接下来大家都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的潜力，那包括两岸，其实两岸也是如此。现在两岸基本上都在大量的扩充各种形式的无人机，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会比较有一点在以后的这种两岸的无人机冲突面，会比较有一点点不利的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各种政治考量，特别是华府的态度。我们通常会等中共出手之后，我们再进行相关的反击。换句话说，变成中共会掌握主动权，所以他会先发动。那更重要的是，当这个无人机各军兵种都大量使用无人机，那甚至以后中共做蜂群无人机，那我们这边也有大量的无人机的时候，这个时候决定无人机在战场上表现的关键，就不是无人机本身了，而是支撑这个无人机运作的各种的体系，导航啊、通信啊等等。然后接下来就是人工智慧 AI 的部分，因为当你无人机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可能再用每个人脑去控制，所以到最后是用人工智慧去控制。包括以后中共一直在推的，以后它的蜂群无人机，对，这都是透过人工智慧来控制。它不但可以根据状况决定我这个机群飞行的路径、进入的方向，甚至于在我的机群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后，它会自动去解算说，那我的攻击顺序、攻击目标要不要调整？那这个蜂群无人机靠的当然就是算力嘛。那坦白讲，这一方面，也许我们在数量方面，我们可以很快的建立起一个很大的无人机，但是呢，在人工智慧方面，我们要跟中共抗衡。坦白讲，有非常大的难度。而且您在提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载台的问题。因为载台是可以行动的、移动的，就是说有无人机的航母，这是中国大陆有的。对，中共以后也会有。那我们就只有固定的在岛，就是这个台湾的不同的地方，可是它这是固定的。而且就是刚刚提到的，通常是中共有开打的主动权，所以中共的东西会比我们的先离地。会比我们先，就是它的第一级。对，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被迫承受第一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使得在两岸这种无人机冲突当中，我方有先天比较不利的地方。但是如果进入到所谓的国土防卫战，那到时候靠的是战术型无人机或中小型无人机的话，那台湾方面这个当然就会挽回一些的优势。对，所以未来的这种无人机冲突是
一定会发生，而且状况会变得非常的复杂。确实啊，俄乌战争让全球包括甚至我们身处在台湾，其实看到两岸之间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如果进到了军事冲突，都是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那提到了俄乌的议题最近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表态了。那么他在白宫接受路透社的资深记者接受他的专访，他点名了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是俄乌和平协议的一大阻碍。那同时呢，在这次的专访当中，他讲了很多，包括了联准会的主席鲍尔这个司法的争议，还有呢俄乌战争、委内瑞拉、伊朗的局势等等特别提到了俄乌协议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必须让泽伦斯基总统同意。而当提到了普丁，那川普则说呢，他认为普丁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反而是乌克兰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那所以记者就直接在问他说，那你觉得最大的阻碍呢？他立刻就回答泽连斯基 ，OK， 他就点名了泽连斯基。所以现在回到俄乌，现在都希望，就全球都希望看说什么时候能够进到一个谈判，就是和谈的一个格局可是现在点出了泽连斯基就川普的谈判逻辑来看，来研判的话，大使您觉得，因为要让泽连斯基接受这个条件他会有可能提什么样的条件让泽连斯基愿意进一步的推进和谈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和谈美国本来已经占到主导的角色了，他的立场就是完全接受普丁的立场，让泽伦斯基接受，尤其在领土安排上面，那其他都不是重要，还有就是说战后的安全保证，其实领土的部分泽伦斯基一变再变，那么这个有关战后安排这个美国的安全保障部分，事实上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因为最后得出来一个就是说类北约式待遇，由这些欧洲的所谓的志愿者联盟加上美国，用他们跟这个乌克兰的双边的协定来达成类似北约第5条的这样子的协议，这样子的一个保证那换得了这个泽伦斯基，他说我不加入北约了，事实上就2大难题，一个北约的问题，一个这个就是领土的问题所以事实上本来已经有突破了。可是呢，我觉得就变可能是这个川普认为，泽伦斯基做突破，回过来跟俄罗斯谈，说我已经拿到一半的东西了。另外一个领土的问题，你能没有弹性？就普丁领土是没有弹性的，而且普丁的领土就是说顿巴斯的2个州的土地我要完整的，也就是说顿内刺客现在大概还有20%在乌克兰控制的情况之下这个和谈下来的话。乌克兰要把那个顿内刺客20%还在他控制的领土要交出来，那普丁给什么？普丁就说好，那我就把我在现在这个哈尔科夫在其他还有这些第内伯罗一些零星占的一些土地我还给你，所以就领土交换。那这些部分的话，其实川普事实上可能也认为普丁没有弹性不够。所以川普居然说我要对俄罗斯施压了，对不对？谁在买俄罗斯石油，通通25%，然后呢，又把俄罗斯的那个这个石油公司在美国这些资产给它冻结，所以川普是改来改去的。那现在为什么川普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呢？就是因为14号的时候，这个。普丁在俄罗斯参加的活动，他出来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乱我们真的是很忧心。”不过谈到俄乌战争了，所以呢，俄乌战争的话越早结束越好，希望越来越快结束。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出现在基辅跟这个基辅跟乌克兰那一边他这样讲，所以。记者就去问川普，所以就是说，川普就说顺水推舟这样子。是的，可是呢，这个问题就变成你川普你的立场也不是很稳定，你一下答应了俄罗斯，回过来又跟俄罗斯又施压，那你一下来又泽伦斯基听你的时候呢，你就把泽伦斯基踩在脚底下。现在泽伦斯基不听你的，你要怎么办？因为泽伦斯基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已经得到欧盟给他900亿的欧元的承诺，钱有了。因为川普手上就2张牌，第一个不给你钱，第二个他武器老早都不给了，你要就让北约拿钱来买。对，第一个钱你没有钱你就不要打。第二个呢，
他用贪腐案来逼泽伦斯基下台，结果呢，这2张牌线都落空。为什么？因为欧盟志愿者联盟现在已经同意拿900亿欧元，是2026到2027的你的国家预算跟你的军事用开支。现在昨天那个冯德莱恩还讲，300亿是给你行政支出，600亿是给武器，给2年。泽伦斯基有钱了就不怕了。另外一方面，泽伦斯基已经把国防部长也换了，军队的要员通通换，就表示他地位稳固啊。地位稳固就没有什么改选问题。本来30天，本来可以往那个谈的方向了，现在本来有贪腐啊，结果最近抓了一个前总统，把所有的转到那个女士身上去了。泽伦斯基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所以川普抓不住他了。所以再警告一下，所以这边骂街都是泽伦斯基。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其实就是2个比较底下，普丁跟泽伦斯基，当然是泽伦斯基比较好踩在脚底下嘛，哈。对啊。那普丁的话，当然很难。好，那可是回到战争的本身啊，我们看到已经快要打4年了，这个2月份马上就要满4年。现在其实基辅蛮惨的，因为基辅呢也连日的被轰炸，基辅的部分地区的居民其实现在过着无电可用的生活。现在大家知道还是寒冬啊。这个冬天无电可用是非常非常的困苦的。那乌克兰呢，在冬季啊，他们接收了来自希腊的天然气，抵消因为俄罗斯攻击所造成在乌克兰国内能源产量的损失。而欧盟呢，各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决定他们要逐步淘汰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并且逐步淘汰俄罗斯的石油。液化石油天然气进口呢，将会在2026今年年底要终止。管线天然气在2027年的9月底前要停止。那么目前呢，俄罗斯的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的12%，已经远低于2022年在战争爆发前的45%。可是现在包括匈牙利、法国、比利时还是有在接收俄罗斯所供应的天然气。那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呢，则是从2022年年初的26%降到目前的2%而已了。欧盟现在主要呢是从挪威跟美国这些供应商向挪威、美国来采购天然气。这样听起来，其实美国真的还是最大的受益者啊。不过陆老师怎么看哈？这对于这个今后欧盟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现在你不要再用这个不采购俄罗斯的，你就是像美国或者像刚刚讲说挪威的天然气也好、石油也好，经济上的冲击会是如何评估呢？短期的话，经济上一定会受到冲击，所以它的天然气的价格一定会上涨。因为美国的天然气是比这个俄罗斯大概贵3%到5%的一个价格，所以对欧盟国家来讲，尤其刚刚是讲到这个法国、比利时、匈牙利，他们这些长期接受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这个国家，对他们讲，他们的挑战就很大了。那尤其像德国，以前他是主张要整个废核，那现在他要开始恢复核电。恢复核电过程，它就需要其他的天然气啊、煤啊这些的来作为它的能源的供应。那它这方面对他们影响也很大，所以他们欧盟国家短期的这个能源的成本一定会提高，那一定会增加每个家庭的这个开支。那政府财政上一定会做这方面做一些补贴，那政府财政也会受到这方面影响，就会有排挤的一些效应。但长期来讲的话，对欧盟国家也不能说都是坏事，因为它就开始做一些，像它德国开始生产核电厂了，还有再生能源是不是来再转化？这样对整个欧盟国家的能源是不是更健康？诚如刚刚你说的，本来这个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是45% 是来自于俄罗斯，对，那现在已经降到12%了，那石油降到2%了，所以这个对俄罗斯的这个依赖会逐年的降低，直到今年底就不再供应了，那明年9月就不再管线天然气。我相信对欧盟国家来讲，它的经济财政体制就做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但这里有一个，就是如果它的天然气来自于美国的话，那欧盟国家，那你将来一定会受制于美国，这个是绝对的。因为当初他们受制于俄罗斯，那如果你的能源来自于美国的话，那美国又是用船来运来，所以你船的这些运来天然气，你的这个运输设施成本对储油设施这些都要重新新建。像我们台湾，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储油设施，除气措施，因为我们还要再气化，然后再除气。那这些设施我们都缺乏，所以人家一直说我们的天然气只能供应10到14天，如果一旦断气的话，就会对我们的国安很大的影响。那将来
欧盟也势必会受到这样影响，所以欧盟势必要寻求其他的替代能源来作为补充，否则对它将来未来经济的影响是蛮大。因为你的能源成本贵的话，你要发展基础工业，甚至 AI 就会有问题。对，您点到重点啊，就是能源的供应其实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哈，因为如果缺电的话，除了民生用电受到影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工业用电。等一下回来就要来聊的是，如果欧洲的能源供应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在科技上的发展？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